他是遭人鄙夷的私生子和放羊娃，卻橫掃匈奴，封侯拜將，竟然還娶了比自己大了10多歲的昔日的女主人平陽公主，成了漢武帝劉徹的姐夫。問題來了，身為大將軍的衛青如此功高蓋主，權勢熏天，為何漢武帝劉徹一直不殺他，反倒得了一個善終的結局，甚至死後配享太廟啊？有人說衛青是漢武帝的男寵和面首，劉徹念及舊情，衛青才得以平安落地。這是不是真的？別誤會，這可不是什麼野史八卦。司馬遷在《史記》當中居然也暗示過這倆人有特殊關係，你信嗎？大文豪蘇東坡甚至說過，劉徹這個皇帝經常一邊上廁所一邊見衛青，這又是怎麼回事？蘇東坡何出此言？為什麼像史學家司馬遷和大文豪蘇東坡都不喜歡這位戰功赫赫的名将？衛青成名的背後真的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兒嗎？這一集都會為你解開這些謎底。這裡是曾子航人物志，緊接上集繼續聊聊從奴隸變成將軍的漢代名將衛青，爭議人物全新解讀，不吹不黑，只講人性，很多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衛青在朝堂屹立不倒的生存智慧都在這個長視頻裡。喜歡的朋友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正式開講。要知道，在皇權至上的專制王朝，一個將軍會打仗且屢建奇功，還在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這可不是什麼好事兒。前有周亞夫在細柳營一呼百應，後有岳飞的岳家軍，所到之處敵人是望風而逃，都會讓一個人是芒刺在背啊！誰一人獨大的專制帝王？漢武帝劉徹與大將軍衛青既是君臣又是姻親，於公於私都是高敏感高難度的人際關係模式，自古伴君如伴虎，更何況衛青面對的可是以刻薄寡恩和喜怒無常著稱的漢武帝。劉徹的刻薄寡恩和喜怒無常表現在哪裡呢？2個方面：一，在位期间一共用了13位丞相，非正常死亡率超過75%；二，就算是親戚，如果大权在握，也難逃一死啊。窦嬰是他的表叔，結果被腰斩；田汾是他的舅舅，結局被逼瘋。也就是說，跟劉徹關係越近，越沒好下場。衛青功高蓋世，姐姐是皇後，外甥是太子，如何避免皇帝的猜忌？不僅事關衛青個人的身家性命，更牽扯到衛氏家族的盛衰榮辱。那麼衛青又是如何處理自己跟皇帝的關係，最終做到全身而退的呢？如果說衛青在戰場上是一名戰無不勝的王者，到了朝堂上呢，他也是一名胸有成竹的智者。具体怎麼做的？接下來第6回，老曾總結了衛青在朝堂上可圈可點的4大生存智慧，那可是乾貨滿滿啊！感興趣的朋友掏出筆記本，這不光對研究歷史上成功的君臣關係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本，也對於很多人在職場上如何處理跟老闆的關係很有啟發。對於中國古代的君臣關係，春秋末期越國的名臣范蠡曾經有過一個形象的概括：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歷史呢也無數次印證了范蠡的這句至理名言。那是因為中國古代的皇權至高无上，不容半點挑戰和威脅。臣子一旦功高震主，君主往往就會卸磨殺驢。因此自古以來功高蓋主者大多是不得善終啊，比如韩信，比如周亞夫，比如岳飞，比如年羹堯。能夠功成身退者始終是凤毛麟角啊。不過凡事總有例外，范蠡的這句話放在名将衛青身上卻失灵了。那麼衛青是如何打破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一魔咒的？4個方面可以說做的都是滴水不漏，值得學習啊。哪4個方面？衛青深知要想在這個既雄才大略又猜忌多疑的皇帝跟前活下去，首先要摆正自己所處的地位，堅決不搶皇帝的風頭。漢武帝統治初期，無論是諸侯王還是公卿大臣，都流行豢養門客，表面上都各自建了粉絲團，其實就是培植自己的私人勢力。其中收養门客的代表人物是淮南王刘安、丞相窦嬰和田汾。当衛青取得一定的地位和权勢後，也有人勸这個衛青招攬天下名士，衛青呢卻拒絕了。拒絕的理由是：自衛姬武安之後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處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尊職而已，何以招士？衛姬侯就是窦嬰，武安侯是田汾，這2人身後都跟着一大群粉絲和門客，居然讓劉徹痛恨到咬牙切齒的程度。
由此可見，在皇權專制社會，你哪怕建個粉絲群，也是多麼犯忌的一件事兒。衛青不願豢養門客，也就是在告訴皇帝，他不敢有自己的粉絲群，也不會培植自己的私人勢力，更不會重蹈竇嬰和田汾這兩個外戚的覆轍。這等於是用實際行動在向皇帝表忠心啊。其次，參政但不把持朝政，掌軍但不控制軍隊。從一名奴僕成為位極人臣的大將軍，衛青深知自己的一切都是皇帝給的，所以他做事從不逾越規矩。打完仗以後呢，衛青會立刻把軍隊歸還給皇帝，自己呢則回到府中是深居淺出，只有皇上需要他的時候，他才出現。第三，從不恃寵而驕，反倒事事謹慎，處處小心。這段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但衛青呢做得非常完美。這裡呢舉一個例子，前面提到元朔5年，公元前124年，漠南之戰大獲全勝後，漢武帝不僅拜他為大將軍，還想直接封他年幼的3個兒子為侯。面對漢武帝的封賞，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中，這衛青的回應堪稱是教科書級別的。我們來簡單分析一下，你就會知道像衛青這樣大將軍為什麼是古今罕見的高情商之人。先把自己的成功呢歸納為幸運，衛青開口就說：“臣幸得代罪行間啊。”臣很幸運坐在這個位置上，把自己能夠成功的原因歸納為幸運，而不是洋洋自得，很大程度上就杜絕了領導的猜忌以及同僚和下屬的嫉妒。想說話好聽，就要把自己的成功說成是受外部條件影響，把別人的成功呢說成是受內部條件影響，再把自己的成功呢歸納為領導的支持啊。在官場上混，知恩圖報很重要，所以有恩就要說出來，別人才知道你意識到了，將來會報答。衛青第二句提到了賴陛下神靈啊，全部是仰仗陛下的神威。最後呢，把自己的成功呢歸納為下屬的努力，軍大捷，捷諸校尉力戰之功也。如果沒有將士們的浴血奮戰，又怎麼能夠大獲全勝呢？你看，把自己的成功歸為幸運，感謝領導的決策，感謝部下的努力，打了這麼大的勝仗，沒有一句是表彰和誇耀自己的。至於自己的3個兒子，衛青說他們從未上過戰場，未有寸功，怎麼能封侯呢？結果這次和衛青一起出擊的將軍中有7人封侯，3人賜爵，皆大歡喜啊！衛青的低調和謙讓不但贏得了口碑，劉徹還對他更加刮目相看。沒多久，衛青的3個兒子也都封了侯。第四，不給皇帝添堵，不給自己樹敵。元朔6年公元前123年，衛青又一次率領軍隊出擊匈奴。這一次戰功不是很突出，劉徹沒有給衛青是加封官爵，但還是賜了他1000金作為酬勞。衛青收到這個賞賜以後並不是照單全收，而是把這1000金分出500金，用來討好皇帝的另外一位寵妃王夫人，為王夫人的父母祝壽。王夫人虽然也得劉徹的寵愛，當然不能跟衛青的姐姐衛子夫相比。衛青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就體現出衛青為人處事的一個典型特點，不僅謙恭謹慎，而且願意妥善處理一切可能影響到自己的人際關係。這就叫防患於未然啊！這是一種居安思危的職場求生意識。衛青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高官厚祿，包括3個兒子也被封侯，不完全因為他的戰功，跟姐姐衛子夫是皇後也有着極大的關係。而當時呢，王夫人也受到劉徹的寵愛，但兄弟子之間卻沒有像衛青這樣的人才，自己的家族呢也沒有這麼榮貴，這就難免會生出嫉妒之心。王夫人如果嫉妒衛家，肯定不會直接去扳倒衛青，而是想方設法讓衛子夫失寵啊。衛子夫的地位如果保不住，衛青也就必然受到牽連。衛青這麼做不僅安撫了王家，也哄得圣心大悅。衛青知道後宮很多禍端都是因為女人之間的嫉妒引發的，後宮爭寵，很多帝王都感到頭疼，這背後還牽扯到不同的家族利益。衛青能這麼做是想表明，衛家不僅不會跟其他外戚家族爭權奪寵，還主動願意搞好團結。這種胸襟當然讓劉徹覺得這個小舅子識大體會做人吶。可見在揣摩圣意、投其所好這方面，衛青功夫之深，手段之高，一點都不亞於他在戰場上。問題來了，自古以來領兵打仗的將軍往往在戰場上用兵如神，指揮若定，一到官場上卻如盲人瞎馬，寸步難行。為什麼偏偏衛青卻在戰場和官場2個截然不同的空間切換自如，游刃有餘呢？這跟衛青身上的2大特質有關。
一是他的出身，二是他跟汉武帝刘彻的特殊關係。那麼蘇東坡說漢武帝經常一邊上廁所一邊跟衛青見面，究竟是怎麼回事？說到他跟皇帝的特殊關係，他到底是不是劉徹的男寵呢？接下來的第7回和第8回將回答大家這方面的疑問，仔細聽好。要正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簡單回顧一下衛青的出身前面說到私生子、放羊娃以及騎奴的標籤早年一直伴隨着他，使得衛青的內心有着強烈的自卑感，始終覺得自己是低人一等。一般來講，自卑的人有2種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徵，一種是低自尊，安於現狀，坦然接受命運的不公；另外一種是高自尊，渴望出人頭地，改變自身的命運。衛青无疑屬於前者。這從早年別人給他相面後，他那番回答可以看出來我生來就是奴僕命，哪敢奢望封侯百將。這種自卑心理一方面形成了衛青謙卑的性格，不至於因為外戚身份、顯赫戰功和尊貴地位而目空一切，因此衛青的用兵和為人為官就多了一份謹慎。另一方面也導致衛青身上有着比較濃厚的奴性，奴性強的人對主子有着深深的依附性，這大概也是刘彻一直對他很放心的主要原因。當上大將軍又怎麼了？骨子裡不就一奴才嗎？史書上才会有這樣的記載，說漢武帝有時候見衛青非常的不莊重。如何不莊重呢？史記積案列傳記載大將軍卿侍中，上居側而視之。側的本意應該是指床的邊沿。衛青在宮中陪侍皇帝的時候，劉徹經常是斜靠在床沿邊，2條腿跟簸箕似的岔開，就這麼坐着，儀態是很不莊重。劉徹見其他大臣可不這樣，都是正襟危坐，那為什麼偏偏對衛青這樣呢？每個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說那是劉徹對衛青特別信任，沒把他當外人；有人認為這是暗示2個人不是簡單的君臣關係。後來有人根據這句話的字面做了進一步的發揮，把這個廁字解釋為廁所這劉徹蹲着茅坑就見衛青了，因為古代沒有坐式馬桶。宋代大才子蘇東坡說過這麼幾句話：若卿奴才，牙以舔痔，據廁見之，正其宜也。蘇東坡的意思是說，衛青就是個奴才，漢武帝蹲在廁所裡見衛青多合適正好讓衛青給他跪舔。蘇東坡這話講得非常刻薄但這番評論體現了蘇東坡對衛青和漢武帝之間的關係有不一樣的認識。那麼蘇東坡為什麼要這麼評價衛青呢？這就涉及到第2點，他跟漢武帝劉徹的特殊關係。仔細考察一番，我們發現蘇東坡的論點受一個人的影響很大，誰？司馬遷。史記裡面衛青霍去病專門有一傳叫衛將軍驃騎列傳，但除了這個以外，司馬遷還在另一個傳記裡面提到了這2個人。如果不是對史記非常熟悉的讀者，甚至可能意想不到司馬遷在這個地方提及2人。哪篇傳記？寧姓列傳。寧姓指的是什麼人？除了女子之外，靠容顏外貌博得皇帝歡心的男人就是寧姓。在這篇文章當中，司馬遷明確提到劉徹的男寵就是韩嫣和李延年。司馬遷都写了2人與上臥起，什麼意思就是跟皇帝睡在一起，當然是分別之後司馬遷意味深長的來了一句：自是之後，內寵必臣大抵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姓，然頗用才，能自盡。這段話翻譯成現代文就是：從此以後宮內被皇上寵信的臣子大多是外戚之家，但這些人都不值得一談。至於衛青霍去病，也都是因為外戚關係得到顯貴和寵信，但他們都能憑自己的才能求得上進。衛青和霍去病是不是以色侍人，跟之前的韩嫣和李延年一樣？這司馬遷說的比較含蓄，但司馬遷強調了2點：一，衛霍2人的確因為這個外戚關係得到了皇帝的寵幸，但他們也是靠自己的本事上位的。因此老曾的判斷是衛青應該不是劉徹的男寵。但不可否認，衛青在跟刘徹長期相處的過程当中有點刻意逢迎的味道，連司馬光在《資治通鑑·漢紀11》裡面都承認大將軍為人仁，喜事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這個媚字太值得玩味了，顯然這種媚上不是一個大將該有的風範。
恰恰相反，在歷史上獲得美名、被文人和百姓口口相傳的，往往是那些敢做敢當，甚至敢於跟皇帝唱反調的忠臣良將，比如屈原、魏徵、岳飞、海瑞。只知道對皇帝唯唯諾諾、馬首是瞻，哪怕再有能力，功勞再大，也不過是會辦事的奴才而已。但皇帝喜歡的往往就是奴才，因为奴才能凸顯皇帝的權威，尤其是那些个性强势、说一不二的皇帝，更是不喜歡有思想、有個性，經常給他提不同意見的大臣。漢武帝劉徹就是一位強悍霸道的帝王，你看他挑選的丞相，要麼就是處處順從他的，要麼就是沒什麼能力，只會當應聲蟲的。這衛青剛進宮的時候一直在劉徹身邊做保安，朝夕相處下來，他早就號準了這個皇帝的脈，所以在處理和劉徹關係的時候，他拼命壓低自己，使勁抬高皇帝。衛青這樣來處理跟皇帝的關係，榮華富貴是沒問題了，但其實是把君臣關係轉化為主奴關係。這也難怪，衛青本來就是奴僕出身，這叫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然而讓衛青意想不到的是，他對這個主子如此的曲意逢迎，漢武帝還是對他生出了猜忌之心。那麼衛青最終又是如何躲過懸在頭上的那把達摩克里斯之劍，僥倖地活了下來呢？請看大結局。漢武帝對衛青的猜忌和打壓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抗擊匈奴的戰場上，劉徹並不想讓他一花獨放，一顆更為璀璨的將星開始悄然升起，從此衛青的地位和權勢受到了挑戰，榮耀和光環也逐漸黯淡。這顆將星就是衛青的外甥霍去病，而且霍去病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是劉徹刻意栽培的，為的就是跟衛青形成分庭抗禮之勢。好在霍去病英年早逝，不然這個年輕的外甥很有可能徹底取代衛青在朝堂和軍中的實力和位置。其次漠北之戰後14年，漢匈戰爭進入了一個相對平靜期，再加上漢武帝那會兒主要精力又放在了南誅兩越、東伐這個朝鮮等其他對外關係上。自元壽4年，衛青跟霍去病一起官拜大司馬後，衛青在家閒居了整整14年，南誅兩越、東伐朝鮮都沒他什麼事兒。皇帝又啟用新人了，很明顯，年老體衰的衛青已經不再受到劉徹的器重。與此同時，衛青的3個兒子相繼丟掉了侯爵的封位。有意思的是，衛青的3個兒子在衛青最風光時受封，衛青是辭都辭不掉。可到了對這個匈奴作戰進入休整期，衛青的3個兒子又相繼失封具體原因史書沒有提及，但顯然都是衝着衛青來的。好在衛青為人一貫小心謹慎，不見粉絲群，不隨便跟外人來往，不該說的話絕對不多說一句所有死得慘的都是話癆，所有笑到最後的都是啞巴。那會兒也不帶兵了，劉徹權衡來權衡去，最終還是放過了他。漢武帝元豐5年，公元前106年，衛青病逝。衛青去世後，葬在了漢武帝的茂陵旁邊，西邊的是衛青的墓，東邊的是霍去病的墓。兩個人生前拱衛着大漢的江山，成為劉徹的左膀右臂，死後也一左一右地陪伴在他的身邊。這大概也是有些後人誤會了衛青、霍去病跟劉徹之間的關係。按正常，皇帝怎麼可能拉着2個男人陪葬？這裡是曾子航人物志，爭議人物重新解讀，不吹不黑，只講人性。別忘了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下期繼續講透那些被歷史誤會的大